Hello， 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今天來到神戶的三宮車站，這裡可以說是整個兵庫縣、整個神戶市最熱鬧的地方。神戶因為是早期對外國的貿易港口，相對於大阪和京都，從以前就有一種歐風感，一直到現在還是給人一種很おしゃれ的感覺。但除了逛街之外，三宮車站徒步範圍還有很多的觀光景點。對自己的腳力有信心的話，一起來逛看看吧。以前我們有介紹過梅田和京都，但其實在關西圈，神戶的三宮車站也是一個非常熱鬧、非常好逛的地方。它這邊呢有5個車站，所以其實也是一個小小複雜的地方。三宮車站一共有5條鐵路，分別是 JR、阪急、阪神、地下鐵，還有前往機場的 Portline。因為路線比較多，出口也多，第一次來到這裡的時候，也會讓人覺得像迷宮一樣。但其實只要記住，北邊是靠山，南邊是靠海，就比較容易知道方向咯。南邊是海，北邊是山，所以從車站往北邊走，就一定是爬坡的路。然後相反的，如果是平地的話，就是一直往港邊走的感覺。車站的北側也被稱作是山側，這邊地勢比較高。神戶非常有名的景點北野異人館也就在這邊。我們現在在這邊嘛，然後順着北野坂綠色這條一直爬上去，進入粉紅色的這一區呢，就是以前的異人館。這裡有寫，這個坡的角度是8度。北野坂曾經是19世紀外國領事和商人的聚集地，一路往山坡上爬就可以來到北野異人館。這裡隨便拍看起來都像是歐洲小鎮，乍看之下還以為不在日本。途中還會經過這間超多人來打卡的星巴克。這間星巴克有超過120年的歷史。原先是一位美國人的住宅，現在已經被列為是日本的古蹟之一，並且完整保留當時的歐風設計。北野坂這邊也有很多美食餐廳，這天我們就來到一間很特別的豬排店。這裡的豬排吃的不是定食，而是非常精緻的套餐料理。價錢雖然不便宜，但是在神戶類似這樣講究氣氛的精緻日式料理其實還蠻多的。來到這裡的話，也找一間不錯的餐廳試看看吧。說到美食，來到神戶就絕對一定要吃看看神戶牛。在三宮站西口附近會看到一條長長的排隊人龍，這裡就是神戶非常有名的 Steakyland。店裡面充滿了一種懷舊感，很像是早期的鐵板燒餐廳。這次我們點的都是比較基本的餐點，以 CP 值來說還算是可以。如果這間神戶店排隊排得太誇張的話，也可以考慮到旁邊的神戶館，座位相對會比較多哦。這邊現在在排隊，然後在抽號碼牌，然後其實還有一個分店在前面，這邊就有招牌神戶館。你覺得好吃嗎？普通。平價，它是平價。先說，不用抱着非常高的期待，它就是平價，然後可以吃到還不錯的牛肉的一個概念。Steakyland 附近是三宮站很有名的生田大道，而繼續沿着生田大道往山坡上走，這裡有一間生田神社，是關西非常有名的戀愛結緣聖地。他說生田神社是神戶的地標。它是日本最古老神社之一。據說神戶這個地名最早就是指守護生田神社的神戶。水占卜好像也很有名，就跟那個貴船神社一樣。我們來看看。水的，這裡的戀愛水占卜非常有名。把空白的籤放到水中之後，字就會浮現出來。好奇的話，可以來試看看哦。4分先。哦，終極耶！因為你對我不夠好，才是終極啊。然後願い事口を悩んで。
在吃完大餐之後，我們回到車站，準備去更熱鬧的南側逛街。三宮站的南邊有3大系統可以逛：商店街、地下街和百貨公司。在 JR 東口正對面，淺綠色的這棟建築是 Mint Kobe， 裡面的品牌以日系服飾為主，樓上也有美食街和電影院。它的1樓和高速巴士轉運站，類似客運站的地方一起結合。如果想去有馬溫泉的話，也可以從這裡搭車哦。第2間百貨是神戶阪急，地下1樓和阪神電鐵有直接連通。這裡的樓上還有無印良品和雜貨選品店 LOFT。這些百貨的位置雖然都稍微隔着一點距離，但其實利用三宮站非常方便的地下街3七卡就可以直接連通。這條商店街分成8個區域，有生活雜貨、餐飲、拉麵、甜點、流行服飾，通通都有。最棒的一點就是它連通了南側幾乎所有的車站、百貨和商店街，就算下雨來到三宮站，也完全不需要擔心。其實它連通所有這附近的百貨，像是阪急也有連通，然後丸晴百貨也有連通，車站本身也有連通，所以其實走在這裡面就蠻方便的。那個從3七卡地下街可以直接通到神戸三宮千駄街三宮中心商店街。每次來三宮這邊，我都覺得比起百貨，這條商店街才是最好逛的。但其實這裡面也有直接連通很多商場。三宮車站附近最大Uniqlo也在這個裡面。這裡的氣氛就像是大阪的心齋橋。這裡有三宮站一帶最大的 Uniqlo， 在裡面也可以找到神戶的限定商品。是麵包店。三宮中心商店街的範圍非常的大，除了有服飾、藥妝、當地伴手禮和很多美食之外，三麗鷗、Kittyland、Snoopy Town 也都可以在這裡找到。Snoopy 跟七高啊都是在這裡。神戶限定。日本最會的就是限定商品。我的猫變成一個水手，它的帽子也太像小籠包了吧，太可愛了。因為是商店街，不像百貨公司一樣有集中的退稅中心，所以是否可以退稅就要看各家的規定嘍。從三宮中心商店街又可以繼續通到下一個圓町商店街。三七高在這邊，我們一路跑，已經走到這邊，看起來很遠，其實走路大概10分鐘吧，邊走邊逛，10分鐘、15分鐘就可以大概走到這一區，然後再繼續往下去就是圓町商店街，還有南京町，就是中華街這邊。那如果真的懶得走這一段的話，其實從三宮車站搭一站到圓町站這邊出來就直接是，但其實用走路也是完全可以走到的。天氣真好，人好多。這裡已經非常靠近中華街，有很多老字號的美食，常常可以看到排隊人潮。這間森谷商店的可樂餅就非常有名，雖然它是專門賣神戶牛的肉鋪，但大家來到這裡都是為了吃看看他們現炸神戶牛可樂餅。看起來看它也看得到價錢，Saikoro Steak 100克1728，怎麼會？然後那個紅色的應該是比較便宜的，這個大腿的部分 Momo Steak 比較瘦的部分，100公克1800，最貴右邊那一塊100公克4050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メンチカツ。哦，很香哎。
如何？普通。普通。然后换我吃看它的可乐币，110塊。很好吃，它皮很薄很薄，一咬就脆，然後裡面是吃得到比較大塊的絞肉的感覺，不是全部都磨成，是吃得到肉感的。免洗烤雞也是啊，還不錯。來到圓挺商店街的時候，剛好是過年期間，商店街裡面也有掛着中式燈籠，中華街裡面也有特別活動。今天有活動的樣子。其實神戶的中華街區域蠻小的，就小小一區而已。要拜拜還要排隊排這麼長，這麼誇張？對啊，拿香拜拜要排那麼長，我們心意有到就好。很拱嘛，現在這麼多人跪你來拜拜。神戶的中華街雖然是日本3大中華街之一，但其實它的範圍並不大。加上過年期間的活動，又有舞龍舞獅的表演，整個巷弄之間擠了超多人。在日本，中華街的代表美食和台灣其實不大一樣，人實在太多了，所以我們就從中間先繞出來了。它中華街蠻小的，可能大家來也不會覺得說特別有趣或什麼，但是這可能就是在日本對中華的一個印象，就是抱着這種心態可以來看看。神戶中華街附近繼續走5分鐘左右，街景會突然變得很不一樣。這裡是以大丸百貨為中心的舊居留地。1868年神戶開港的時候，這裡曾經是外國人的居住地和通商中心。當時採用歐洲最先進的都市設計，規劃出了非常整齊的棋盤格街道。下面是以前的藩地，然後上面的透明是寫着現在的建築。這一帶可以說是神戶的好野人區，不僅整個氣氛和歐洲超像，各大精品店也都集中在這裡，而且都裝潢得非常漂亮。舊居留地裡面有2個非常推薦的地點，第一個就是大丸百貨。雖然大丸百貨本身並不是當時留下來的古蹟，但它在重建的時候特別採用了非常類似的建築風格，讓整個大丸百貨看起來就像是舊居留地裡面的一部分。真的很誇張，這外面停的都是很好的車哎，哇！好 District。如果想看真正的古蹟，最推薦的是神戶居留地裡面的15番館。這裡是居留地內現存唯一一個明治初期的建築，現在是一家西式餐廳，裡面的氛圍就像是美術館一樣。這裡的紅茶和甜點也非常有名，當成下午茶來吃也非常不錯哦。那是呢，蒙布朗，卡迪斯利。舊居留地和神戶市役所其實非常的近，在市役所的樓上有個免費觀景台，這裡可以看到幾乎全神戶市的景色。天氣好的情況下，還可以看到神戶機場哦。這是什麼鏡子嗎？給你穿過去的啊。屁啦！給你跳過去的啊。下面一位。三宮站附近的景點真的非常多，從車站走到中華街和舊居留地也大概需要10分鐘左右。但真正腳力的考驗從現在才開始。繼續往海邊的方向走，大概再走10到15分鐘，就可以來到神戶港區域。在神戶港附近有很多綜合的商業設施，像是神戶港博物館裡面的都市型水族館阿托啊，就非常的有名。1樓也有美食街和酒吧，走累了坐下來喝一杯也還不錯。這邊也有錢湯蓮，哇，
走累了也可以來這邊休息一下。那，看起來好好吃哦。酷哦。I see you coffee。神戶最具代表的景點美利堅公園也在這旁邊。今天天氣太差，它應該要更漂亮一點的。但我覺得好像可以不用上去神戶塔了。你不會明天再上去？明天還有一天再讀看看。雖然是個非常看天氣的景點，但這附近有觀光遊船可以搭，神戶塔也在這邊。有時間的話，絕對要來看看哦。一直以來，關西地區旅遊就是繞着京阪神這3個地區。比起京都和大阪，神戶好像一直都位居第3的感覺。最近台中和神戶機場也有直航，從關西機場其實也可以直接搭船過來。除了這次介紹的三宮車站，也可以考慮購買神戶的觀光 Pass。下次的關西旅遊也試着以神戶為中心安排行程看看吧。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先到這邊。拜拜。19。